最新中世纪冷兵器电影《哈根》上线流媒体。影片根据中世纪德意志民族的史诗文化作品《尼伯龙根之歌》改编，通过讲述主角西格弗里德惨遭王权贵族杀害，而后他妻子为他复仇的故事，来反映封建统治时期阶级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彼时社会的黑暗。原著里的主角西格弗里德力大无穷且英勇善战，他斩杀了一条巨龙，并用龙血孕育，从而获得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躯。但因为沐浴时一片叶子落在他后背，因此背上留下了全身唯一的死穴，并最终导致他死亡。而影片则通过原著里面反派哈根的视角来演绎，在改编上算不上很有新意，但片中的服化道制作精良，取景也颇为壮观优美，浓厚的泉油味道还是非常值得一看。故事开始，一个勃艮第的老国王带着部队视察一处惨遭屠戮的村庄，始作俑者是东方向西挺进的匈奴人，但并不是咱们历史上熟知的那些，而是指东罗马帝国的势力，咱们模糊点就理解成俄罗斯人吧，因为他们的入侵这些小国家个个都如临大敌。更要命的是，国王太专心查看这些惨状，没有留神废墟里还躲藏着一个匈奴人，被他近距离射了一箭，就这么一命呜呼。葬礼上所有人都神情木讷，只有哈根眉头紧锁。他小时候村庄被巨龙袭击，侥幸捡得性命被老国王救回来，并通过了大冬天冷水浴的考验，而后被训练成左膀右臂，忠心耿耿。如今老国王死了，轮到大王子冈瑟继位，这哥们一看就是个草包。面对即将来袭的入侵，六神无主，焦头烂额的和兄弟几个商量，不知把唯一的妹妹嫁给哪个国家联姻来取得庇护才好。期间哈根一言不发，因为他跟公主其实有那么一点两情相悦，只是碍于自己仆人的身份，他一直不敢直视自己内心。这天城里来了一位俊朗骑士，上来就要面见国王冈瑟，并且丢出一枚戒指，表明了他身为尼德兰王子的身份。如今只是在外面四处游历，并且二话不说就要跟冈瑟单挑，所幸哈根出面阻挡，才不至于让国王下不来台。尽管西格弗里德极其没有礼貌，但按照当时的传统，冈瑟作为地主仍旧有义务好好在城里招待他。于是弗里德就在城里无所事事，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期间他还撞见了公主，但碍于他此前的无礼，即便自己顶着一张帅脸，也是没得到公主的好脸色。不久后，还没等匈奴人来入侵，这个国家就先遭遇了本应作为盟友的萨克逊人以及丹麦人的背刺。他们已经打到了附近的村庄，这把国王冈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忽然想起此前听到关于弗里德的传说，说他凭一己之力杀死巨龙，并获得神力庇护。曾经服侍巨龙的精灵也选择跟随他，还帮他将一根巨龙的骨头做成了利剑。于是冈瑟没有跟哈根商量，擅自跟弗里德请求帮助，事成之后可以将自己老妹许给他。公主得知后找到哈根，尽管哈根看向公主时眼里的爱意都要喷出火来，却终究还是不敢面对现实。Ich muss alles dafür tun, dass Burgund wieder sicher wird. Nur das zählt. 公主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也只好默许了哥哥冈瑟擅自做出的决定。于是隔天有了弗里德的加入，一行人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出城迎敌去了。夜晚安营扎寨时，哈根交代部下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要利用地形优势打伏击。但弗里德可是能单杀巨龙的，他可不管那么多。当晚喝了点酒，骑着马就去找萨克逊国王单挑去了。Wer bist du? Ich bin dein Tod! 第二天大早拎着人家国王的脑袋回到营地，好消息是国王已经被他杀了，坏消息是有追兵，而且已经很近。Seine Leute sind mir gefolgt. Sie werden bald hier sein. In ihren Reihen marschiert jetzt die Angst. Wer folgt mir? Wer ihm jetzt folgt, den führt er zum Sieg. Nein, wartet! 弗里德几句话便让士气大涨，哈根无奈也只能招呼人跟上去。双方在一片树林里展开混战。弗里德确实名不虚传，他从容不迫地在战场上肆意杀敌，把哈根等人看得目瞪口呆，就连国王的弟弟，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小菜鸡都看得热血沸腾。等弗里德帅气地解决完周围敌人，并潇洒地挽了一个剑花跑开后，他脑子一热的也冲上前去跟敌人砍杀，结果在侥幸杀死一个敌人后，看着鲜红的利剑，一下子人都懵了。哈根见状顿时感到一阵不妙，果然一个丹麦大胡子从后面照着脑袋就给了小王子一下，好在有头盔罩着，无至于横尸当场。Ganz ruhig. Bringt ihn raus. Kommt, steht auf. 把人安置好后，哈根又看向远处一个女士兵，那是他最得力的女下属，本应该是打伏击的极佳弓箭手，却因为弗里德的打草惊蛇，如今正陷入苦战。面对这些近战士兵的围攻，没几下就被敌人杀死了，这让哈根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眼睛。而就这一下子功夫，附近一个敌人拾起地上的锤子，照着脸把他左眼直接锤爆。虽然他强忍剧痛，凭直觉摸到地上的剑，将对方反杀，自己却也重伤倒地，无力再战。这时远处身材高大的丹麦国王远远就看见了他，并闲庭信步的要过来将他弄死。在哈根绝望的千钧一刻，弗里德及时发现，跑过来轻而易举的再次收下一颗国王人头，顺利终结战局。这一战勃艮第大获全胜，冈瑟开心极了。可打开窗户外面的子民们却只高呼弗里德的名字，
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并且公主也一改之前的态度，愿意与他接触。当他得知这个一身高强武艺的王子却并不醉心权力时，一颗芳心彻底沦陷。隔天两人就骑上马出城约会去了。剩下瞎了左眼的哈根在城墙上暗自伤神。当晚弗里德和公主就在城外水到渠成，城里的哈根则彻夜难眠，只好爬起来不要命的练剑，就好像熬夜剪视频的我，而你们却在外面。然而这些儿女情长并不能解决勃艮第的危机，匈奴人的入侵终究还是来了。在他们首领埃策尔的带领下，对城外的村庄大肆烧杀抢掠，这让国王冈瑟再次愁眉苦脸。可先不说邻近的两个盟友都让自己找人把脑袋削了，即便还有其他盟友，他此刻也没有老妹再去联姻。于是哈根给他出了个主意，既然老妹许给了弗里德，实在不行就牺牲冈瑟自己吧。在大海的对面有个冰岛女王，被世人称为女武神，她和她的子民都骁勇善战，只要冈瑟把女王娶过来做老婆，就不愁打不赢匈奴人。冈瑟听完恍然大悟，于是在弗里德跟公主订婚晚宴上，他就附加了一个条件，弗里德必须助他顺利娶回冰岛女王。天不怕地不怕的弗里德听到这个条件，脸色顿时一阵难看，因为他跟那个女武神之间有着一点暧昧的往事。不过此刻他已经爱上这里的公主，生米还煮成了熟饭，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不多时，冈瑟便带着人踏上自己的求亲之旅。只是这一路注定艰辛，越靠近冰岛就愈加寒冷。更要命的是，在即将抵达的前一晚，他们的小船因为触礁彻底翻了。等第二天在岸上醒来，只剩下自带光环的3个主角和另外2个工具人，以及一直远远跟随弗里德的那名精灵。弗里德此前就来过这座岛，在他的带领下，很快便接触到女王的手下。只是这里的民风实在彪悍，其中一个工具人刚进来就做了牺牲品，就连哈根几人都被戴上了头套。等再次摘下时，已经被各自分开。哈根赶紧询问白毛女自己的国王去了哪里，从他口中才得知，原来跟女王求婚的方式是要和女王战斗，打赢就可以顺利迎娶，但如果打输了，则要被砍下脑袋。旁边角落里堆放的森森白骨全都是之前来求婚的人，吓得哈根赶紧找到自己国王，劝他放弃这个送死的计划，却不想软蛋了半辈子的冈瑟，在刚才分开时已经和女王见过一面，并且对这个女武神一见倾心，明知道自己打不过，仍执意要试一试。另一边，女王见过冈瑟后，又赤身裸体的去找了也被单独分开的弗里德。此前他曾因为游历四方来过冰岛，在所有前来挑战的人里面，弗里德是最强大的，且一张帅脸也让女王痴迷不已。只是弗里德当时仍想着游历远方，没有理会，并且此刻已经答应要娶冈瑟妹妹为妻，便没有再理会女王的含情脉脉。隔天，哈根生气地带着冈瑟找到弗里德，埋怨他此前肯定知情却不透露，让他想办法带几人赶紧离开。一旁的冈瑟却不乐意，他要让弗里德帮助他赢下战斗。弗里德表示，只有他们3人加在一起才能打赢女王。此刻也只能求助一直跟随在一边的精灵。精灵将3人带到一处洞穴，各自取了3人一些血液，又在地上拾取了一些泥土与之混合在一起，而后将哈根和弗里德按入水里。在2人即将窒息停止挣扎的时候，让冈瑟喝下刚才调配好的血液。就这样，水里的2人暂时失去生命，他们的灵魂与冈瑟融合在一起。很快就到了与女王决斗的时刻，那是一片被白雪覆盖的盐滩。冈瑟之身被带到白毛女等人面前，很快便有几名士兵上前替他将黑恶抹灭，又戴上了头盔。而后白毛女上前告诉他，谁的血液先滴落在地上的雪白就算输，如果冈瑟赢了，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会随着女王臣服，如果输了，他们则要当场砍下冈瑟的脑袋。在几人让开后，冈瑟才看到远处早就提着剑的女武神，他的子民们在一旁兴奋地发出呼声。而后伴随白毛女的一声令下，女王率先动手了。软蛋的冈瑟靠着自己并没能撑住多久，上来几个回合就被女王打得找不着北。这时他忽然想起沉在水底的哈根2人，瞬间整个人的气势都提了一大截。但奈何对方是被称为女武神的存在。冈瑟想拾起地上的剑，女武神却趁机过来用腿折断了他的嘴臂。单方面的痛殴看得他的子民得意不已，但冈瑟此时毕竟融合了3个人的灵魂，他丝毫不惧的起身又上前打在一起。这时候女武神似乎看出了什么端倪，因为此时的冈瑟眼神跟弗里德简直是如出一辙，这令他感到极其的错愕，却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有精灵帮助3人做此等事情。最终在一次冲刺交锋时，一抹鲜红洒在了雪白的地面上，而险胜一筹的自然是通过作弊方式的冈瑟。这时冈瑟的外挂也刚好到期，随着他脚下一软跪倒在地，洞穴里的哈根2人也再次醒了过来。他们就这样征服了冰岛女王和她的子民。几艘大船带着精锐战力原路返回，抵达勃艮第后立马双喜临门。冈瑟和女武神、弗里德和公主双双成婚，
这个小国家的王室前所未有的强大。只是女武神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于是有天在弗里德训练士兵时，她提着剑不由分说就上前与他砍在一起。几个交锋后，她一把拽过弗里德，近距离观察他眼神里的气势，果然看出了端倪，气愤的一脚将这个骗子踹翻在地，又回头看向远处的哈根，从他闪躲的眼神笃定了自己的判断。女武神非常生气，但此刻一切都已为时已晚。且在他们外出求婚的这段时间，匈奴人从国家的边境一路烧杀抢掠，如今已经抵达了主城附近。首领埃策尔看着这座城池，眼神里尽是唾手可得。情况危急下，已经加冕为王后的女武神也不再计较，披甲挂帅，亲自带军出征。此前作为统帅的哈根识趣的退居二线，女武神属于旧时代的族裔，与龙和精灵还有诺伦女神这些属于同等的存在，比任何普通人都要强大。而她的神力来自一座火山，在她准备发动战争时都会迸发耀眼的光芒。在这种庇护下，勃艮第的军队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因为他们坚信无论谁在战争中倒地身亡，女武神都会庇护他们的灵魂去往众神之殿。有了这种信念，士兵们可以说是不惧生死，且冲在前方的还有无敌一般的女武神和她同样英勇善战的族人，战场可谓是一边倒的姿态。他们白天与匈奴人大战，晚上胜利了就围着篝火尽情狂欢，如此反复的作战一连持续多日。在战争胜利的欣慰和夜晚狂欢的酒精中，哈根和弗里德也不计前嫌，成了真正的兄弟。女武神也因为征战多日，逐渐忘记了此时身为王后的身份，与已经是妯娌关系的弗里德在酒后又旧情复燃，牵着手双双给软蛋国王戴帽子去了。这一幕被哈根看在眼里，但如今一个是自己好兄弟，另一个自己又打不过，他也不好多说什么。而整场战争下来，受伤的似乎只有匈奴人。首领埃策尔看着杀人如麻的女武神，整个人都懵了，只好悻悻离去，放弃了这次入侵。胜利的消息传回王城这里，这对绿油油的兄妹如释重负的同时，也终于要等回各自的爱人。可只有同样身处战场却又置身事外的哈根知道，靠这种方式取得的胜利，只怕回去以后也并不能拥有和平。看着仍旧在卿卿我我的弗里德和王后，他不免感到一阵忧心忡忡，只好在弗里德准备上马前上去告诉好兄弟。两人算起来都是背井离乡的人，如今王城是他们唯一的家，希望回去以后要恪守得来不易的和平，不要再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弗里德知道他指的是哪些方面，看着哈根严谨的样子，他只好收起嬉皮笑脸，给了好兄弟一个拥抱，算是默认了他的建议。但有些事情一经发生后就很难收场。弗里德在回来面对公主时总感觉不是滋味，不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更多时候他都非常的沉默。而草包国王冈瑟如今没有了外敌的威胁，他似乎不再那么依赖这位战力爆表的妹夫。在朝堂上，冈瑟驳回了御敌战争时一位英勇将士的基本诉求。曾并肩作战的弗里德忍不住上前宽慰这名战友，但国王却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勒令他站回去自己位置，这里没有他说话的份。微妙的场面让所有人都心头一紧，坐在一旁的王后看着情郎吃瘪，更是眼神微妙。本来就因为知道了冈瑟是通过欺骗的手段赢了决斗才迎娶了自己，两人之间就没有夫妻之事，加上如今的种种，他更加的疏远国王冈瑟，于是便与同样很不爽的弗里德经常一起外出打猎。至于两人是出去打的什么猎，自然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这天国王找到哈根，告诉他自己昨天晚上跟踪王后，结果撞见了他与弗里德在野外偷情的事实。此刻羞愤难当，他希望哈根去杀死弗里德，这不由让哈根感到为难。但鉴于对老国王的救命之恩和此前对公主的爱慕之情，哈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命令。于是他和弗里德相约一起去森林猎杀一头白色的鹿。对于他们俩来说，这种事情自然是非常的顺利，不多时就成功了。但哈根真正的目的是要杀死弗里德，他本可以在他洗手时直接攻击他背后的死穴，但念及出生入死的感情，哈根还是选择将剑扔给了弗里德。两人开始攻情决斗，可他又怎么敌得过浑身刀枪不入的弗里德？对方甚至可以空手握住他的白刃，再立马反击，胸膛也能直接弹开他刺出的利剑。尽管弗里德处处忍让，终究还是被哈根玩命的打法给彻底激怒。酣战一场后，他将剑抵住哈根脖子，内心挣扎着要不要将他杀死时，担心哈根下不了手的冈瑟国王偷偷尾随两人，并选择最后出手偷袭，亲手杀死了弗里德。随后哈根让冈瑟赶紧离开这里，因为国王亲自杀害民众心中的战争英雄，肯定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国王走后，哈根拿着那柄属于弗里德的剑站在原地，恍惚中他看到了远处的精灵，可等他缓缓上前，精灵却已经离去，留在原地的只剩下一个酷似精灵的木桩，或许预示着这个王国从此将失去这些旧时代族裔的庇护。最后哈根将弗里德带回王城，公主克里姆希尔德悲痛欲绝，此时她已经怀有弗里德的孩子。悲愤交加中，他本可以处决哈根，但他选择让他继续活下去，未来侍奉弗里德的孩子长大成人，认为这才是对他最痛苦的惩罚。电影至此结束。按照原著下部的剧情，公主因为想要复仇，最后又嫁给了匈奴首领埃策尔，并最终复仇将冈瑟和哈根以及王后布伦希尔德全部杀死。不知道导演会不会拍第二部？影片因为改编以哈根的视角讲述故事，虽然沿用很多原著的设定，但整体失去了原著里的批判精神。电影时长2个小时，整体节奏尤其是前半段略显拖沓，如果没有对原著稍微了解，估计很多朋友会坚持不下去。但全片有很多宏观大气的精彩镜头，相信仅片头的画面质感就能吸引住不少观众。影片的几场打戏也颇为精彩。略微遗憾的是与匈奴人的大战，
不知是考虑时长还是成本，导演很讨巧的将这场战争剪切成杀戮和庆祝循环闪回，让喜欢看大场面的我不免有些哑然。总结起来，仍旧是挺不错的一部电影，推荐有时间的朋友找原片看看。